福建平潭宣布30号要进行一个实弹军演啊！福建一直作为开战前线，要为中共的大意图买单。作为福建人，要怎样反抗才能不会变成中共的炮灰？台湾呢，一直是福建的兄弟之邦，但为什么中共要强迫福建人去侵犯别人的领土呢？这个实弹演习啊，根本没有过福建的全体人民。中共为了强迫那些所谓的大意图，一直在牺牲福建的利益。中共呢，因为为了侵略台湾，会给福建带来一个巨大的损失。厦门呢，都是属于多年不建设，因为厦门是那个战争的最前线。在举办特区的前10年，也就是1980年到1990年，4个特区中建设步伐最慢的就是厦门。厦门的很多管理人员都是从军队转业的干部，所以呢，军队对厦门的影响是最大的，以至于长时间以来，基本上从1980年到2000年，厦门特区的思想是最保守的，发展也是最慢的。直到最近应该是在20年代左右，台湾跟厦门才有更好的关系，跟台湾的关系改善之后厦门才冲了上来。也就是说，台湾跟福建其实是相互依存的，绝对不是敌对的。福建人民呢，是被中共对台湾的侵略的野心所绑架的，被迫成为中共所谓的最前线，这才会丧失了长期。福建人民被中共对台湾的侵略的野心所绑架，被中共变成所谓的前线，长期的丧失发展机会，长期的饱受战争威胁。作家王立雄写了本书叫《黄祸》，提到了福建独立跟福建自治。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福建自治的可能性。我们分几点来说。第一点，让福建人不做炮灰。中共一直在扩军备战，企图对台湾发动战争。福建是对台战争的主要军事基地。中共把许多的导弹基地海军基地都安排在福建，在福建驻扎重兵。如果中共一旦开战攻击台湾，福建一定会变成战场。就在不久之前因为美国众议院佩洛西女士即将访问台湾，中共就在福建平潭县进行实弹演习，企图恐吓台湾和美国。如果一旦擦枪走火，后果将不堪设想。不止如此为了防备台湾，中共还一直不愿意在福建建设、投资，压制福建的发展。如果福建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就没有对台湾发动战争的理由因为台湾是我们的福建的兄弟之邦等于减少了巨大的战争风险。当然，如果仅仅是福建独立是不够的，但在百越各邦，包括目前中国统治下的浙江江西、广东他们都纷纷独立的情况下，就可以杜绝中国侵略台湾导致的战争风险。第二，福建自治闽人自治。福建人擅长经商，头脑灵活这一点相信不有人怀疑吧？可是历朝历代的中国政权什么时候让福建人拥有自由的经商权利呢？古代他们实施海禁，逼得福建人或者被远离乡，或者偷渡海外，或者沦为山贼海盗。现在又比古代好到哪里去呢？在国内经商要受多少的磅礴限制福建人在台湾、东南亚、欧美创造这么多财富，被誉为东方的犹太人。如果福建人建立自己的国家，那你有没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经商贸易的风水宝地呢？在共匪的统治下，近年来上百万的福建人在本地无法谋生，被迫偷渡到西方发达国家，饱受歧视跟侮辱如果福建人能够脱离中国的束缚，成为自己的国家，建立自己的国家，也一定可以投入西方自由民主的阵营，为反攻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的同时可以帮助那些流亡的海外的福建乡亲享受更好的生活待遇。为了实现福建的自治，实现闽人自明，我们只能打破中共统治这个框架。绝大多数的福建人都是热爱福建的，都是有乡土情结的，这是我们福建人一大长处。它让我们更团结，它会让我们的自治会更加成功。第三，福建 No.1， 福建发大财在中国的统治模式下，地方领导人
官僚的责任都是对上负责的，对中央负责的，捞完了钱，镀完了金就走，不在乎本地人民的福祉。而独立的福建则不同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福建的资源和财富都是归福建人自己享受的，而不是被中央政权统统拿走，然后再随心所欲的赏赐给你。台湾跟福建明明只有一水之隔，台湾人跟福建人呢语言相通，文化相近，但是呢，台湾人拥有自己的独立权利，人民呢可以参与独立政权的运作。台湾人的一生可以享受的福利远远超过于福建人。独立的福建呢，不用承担中共巨额的经费，为了各地的维稳而花费了巨额经费，能够用更多的资金花费在教育医疗各社会保障上。我们的口号是福建自治，分邦建国，福建独立，闽人自明。